我爹每顿饭只蒸2个包子，却从来都不让我吃，而是热腾腾的塞在我胸口。只因我是天生的纯阳神体，一旦被妖女发现，必定会死于非命。只有活过了18岁，才能抵挡住妖女。所以我一直穿了17年女装，再过1个月，我就可以脱下女装，做回真正的男人了。可谁曾想，天魔教竟上门来提亲，他们的教主洛晴明竟然要迎娶我，理由是天魔教前教主临死前窥视天机，说什么得洛城东街林家女。天魔教可长盛不衰，看着来提亲的那几个女子，当时就气得不行了，很想一脱裤子，让他们魔教教主死了这条心。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解开裤腰带，那个负责传话的侍女转身就走了，并且丢下一句话：林家若不答应的话，灭满门。看着这个侍女离开的背影，我只能默默系紧了自己的裤腰带，流着泪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在出嫁前，我让自己的父母赶紧搬走，泪别自己的父母后，我便被接入了魔教，然后在一大堆修士的注视下拜堂成亲。现在刚好到入洞房的环节，我觉得只有2种可能：第一种，对方发现我是个男的，一掌劈死我；第二种，对方发现我是个男的，但他就好这口，我可不想被灯狼。就当我心中悲伤的时候，随着木门发出挤压的声音，身穿新郎服的魔教教主走进了房间。坐在床榻上的我很是紧张，尤其是当房门关上的一瞬间，我虎躯一震。只见身穿新郎服的魔教教主关上门，就坐在了我面前的凳子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一杯又一杯的喝。几杯酒过后，我发现对方只是喝酒，这是想干嘛？该不会是想喝酒以助于情趣吧？在一杯酒下肚，魔教教主坐在了我的身边，透过盖在盖头的红纱，我隐约看到对方的瓜子小脸。在拜堂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这个魔教教主长得极为俊美，甚至俊美的不像是一个男子。这时魔教教主伸出手，缓缓掀开了我脑袋上的红盖头，我的容颜完全展露。我抬起头看向天魔教教主，二人互相对视在一起，不愧是林家女，容貌果然出众。魔教教主淡淡的看着我，那如同女子的桃花眸之中没有一丝的情欲，甚至有几分的冷淡。我不由入神，但是很快我在心中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。该死的，我竟然看一个男人的笑容入迷了，可是这个男人的笑容竟然该死的妩媚，这不对劲啊！下一刻还未等我反应过来，魔教教主便开始脱衣服。我惊了，这个魔教教主这么猴急的吗？怎么办？要是对方发现我是个男子，失去了兴致呢？而且万一对方知道我骗他，他一掌拍死我呢？就当我额头不停地冒着冷汗的时候，突然我的心中嗯了一声，然后我一下子挺直了腰背。在我的面前，魔教教主将新郎服褪去，露出在外的竟然是裹胸部。他原本盘起的长发散落而下，如瀑布一般的垂落在腰间，将裹胸部解下，一道圣光直接打下，亮瞎了我的眼睛。这个魔教教主竟然是一个女子。只见她褪下衣裳，衣带缓缓从腰间解下。糟糕，我感觉自己的鼻子一热，赶紧移开视线，不能再看了，再看要付费了。魔教教主换上了一身裙装之后，看到坐在床榻上我那吃惊的眼神，冷冷一笑：如你所见，本座就是一个女子，至于为何娶你，目的是为了堵住魔教的悠悠众口，具体原因你没必要知道。魔教教主坐在了我的旁边，翘起了二郎腿，2条宛若羊脂雕刻的美腿交织在一起，裙摆的分叉划过了那玉嫩的大腿，露出一抹致命的白皙。我怀疑对方是故意勾引自己的，不过自己没有证据，本座是不会杀你的。如今你只要好好的当我的妻子，不要把我的身份说出去就可以了。如刀锋般锋利的杀意紧紧包裹住我，我可以感觉到，只要自己一摇头，对方就会直接将自己给宰了。我马上点了点头，很好。魔教教主伸出手一抓，桌上的酒杯被他捏在了手里，他拿出一个玉露瓶，倒了一杯晶莹的液体，再将自己的手指咬了一个破口，滴落一滴嫣红的鲜血于酒杯中。没等我有任何的反应，这一缕夹杂着对方鲜血的酒水直接被打入了我的眉心。他打了个哈欠，不禁心道：我让你活命，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。刚刚的是神魂禁锢，若是你敢说出我是女子的秘密，那么你即刻便会魂飞烟灭。我面色如死灰一般，你为何一句话不说？难道是个哑巴吗？说着，魔教教主就要伸出手来探知我的身体状况。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只不过小女太过于吃惊了。我以假音开口道。魔教教主洛晴明眼眸虚起，看了我一眼，本座要歇息了，我不习惯与他人同床，你睡外门吧。我心虚的要往外房钻，这个房间分为外房和内房，由一个屏风挡住，外房有一个小软榻，但是很快魔教教主的一只脚就踩在了我的身边，阻止了我起身。糟糕的是，他的大白腿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，而且魔教教主距离我很近，他的身体散发着一种媚笑。洛晴明从上往下看着我，眼眸中泛着猩红。你手在遮一些什么？没啥。我摇了摇头，额头冷汗冒出，妾身晚上偶感风寒，肚子有点小疼。洛晴明是一个女子，我更慌了。要是她知道我不但是一个男子，还把她的身子看光了，她肯定会把我变成皇家内宫的一员。那你去睡吧，柜子里有被子。洛晴明或许也是累了一天，不想多理我，以命令的语气道。当我拿出被子睡在软榻上的那一刻，整个人才放松了下来。此时我才注意到，汗水已经打湿了自己的后背。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天魔教教主竟然是个女子，幸好自己的男儿身没有被发现，但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自己得先想办法跑路。想着想着，劳累了一天的我缓缓入睡。我做了一个美梦，梦见自己过了18岁的生日。那一天我终于是换上了男装，然后身为大户儿子的自己，每天都勾栏听取乐不思蜀，再然后自己娶个3妻4妾，从此过上没羞没臊的快乐生活。就当我抱着被子在做梦傻笑的时候，第二天清晨，早已经是醒来的洛晴明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也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美梦。起来了，再不起来我就把你丢出去。洛晴明冷冷地喊道。我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，便是看到魔教教主洛晴明那绝美的容颜。很快清醒过来的我认清了现实。洛晴明掀开被子，起身，将衣服长袜一把全部丢到了我的脸上。别磨蹭了，赶紧起来给本座更衣。此时洛晴明距离我不过是半米的距离，女子身上散发着那淡淡的体香，让我差一点要变形。还有袜子，洛晴明将袜子丢在我的怀中，她抬起脚踩在了我的大腿上。
注意到我一直看着他的脚。洛晴明疑惑道：“给我穿上袜子，听到没有？否则宰了你！”被这个一言不合就杀人的女魔头威胁，我只能含恨将那足带轻轻地套在他的脚上，给他轻轻系好，随后又将那双鞋子给他轻轻地套上。洛晴明一个转身，一枚玉佩丢在了我的身边。我没有时间管你，这一枚玉佩可以让你出入天魔教绝大多数地方，不过记住了，要是你暴露了我的身份，我就杀了你！哐当一声，洛晴明直接离开房间，还顺手关上了门。算了，先去天魔教看看吧。虽然我不知道如何跑出天魔教，但是我决定了，先委曲求全，寻找机会。反正对方是女子，不可能对我登儿郎了，我只要小心一点，身份应该就不会暴露。主人，夫人已经是出门了，就当我刚出门不久。一个侍女单膝跪在洛晴明的身前。我知道了。洛晴明放下手中的事物，让红鱼与锦霜做夫人的侍女。要是夫人有什么不对劲，就直接杀了。离开魔主峰，我打算去一趟天魔教的藏书阁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只有了解天魔教，自己才能逃离出天魔教。然而我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便是看到一个僧人在菩提树下不停地擦拭。这位大师，不知为何大师要擦拭这一棵菩提树。我走上前问道。这位大师从树上收回视线，看向我，眼眸不由一亮，一时竟然忘了收回视线。18岁的我身高1米78，有着一双大长腿，外加上我长相极为的清秀，女装后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极美的美人，所以这个和尚有此反应也比较正常。大师，我在问道。被一个大老爷们这么看着，我总感觉有点发麻。这位大师收回视线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小僧失礼了。敢问姑娘，可是洛夫人？当我和洛晴明成亲的那一晚，我的画像已经是被传遍了天魔教。是的，我就是。我点了点头。有一说一，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心中很是复杂。自己一个大老爷们被一个女扮男装的女人给娶了，然后自己必须继续装女儿身，对方得装男儿身，这个世界就特么的很复杂。小僧见过夫人。和尚拉开距离，对着我和11礼。为夫人。小僧名为悟明，正在打扫这一棵菩提树。师傅说树上有尘埃。师傅对小僧说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我眉头微皱，我不懂佛家哲学，但是为了融入话题，我打量了这棵菩提树几眼。尘埃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轰隆，本来只是我无意间的一句话，在这位光头大师的脑瓜中宛若炸起了一个闷雷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悟明不停地念着这一句话，如同入魔一般，在天空之中游荡的白云破开，佛光直直照下，照在了这个光头和尚的身上。在他的身后出现了一朵朵佛家金莲。吼！在光头和尚的上空竟然有金龙咆哮，金龙由佛韵所化，他的脑袋反着光，佛光。我被亮得都有些睁不开眼。但就在此时，我感觉到一道佛光进入自己的身体，汇入了自己丹田中那一颗小珠子。此时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，自己丹田的那一颗小珠子完全被填满。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珠子的存在，难不成这就是我的外挂？我心中一喜，随着我的一个念头，刹那间珠子里的液体流进我身体，瞬间感觉到自己的全身上下一阵舒爽。当我回过神时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了一种旋而又旋的变化，好像很轻，甚至自己可以感受到周围灵力。此外，一个佛家拳法也是汇入了我的脑海，涅槃金身罗汉拳，旁边还有这一拳法的简介。在涅槃金身罗汉拳上还有带着一条进度条，像是经验值的进度条。回过神来，我思索着自己外挂的具体作用，自己帮助了悟明顿悟佛法，然后自己体内的那一颗珠子就被满了，所以自己帮助别人修行，然后珠子就会被填充，然后升级，然后自己可以利用经验值提升境界或者是学习功法，甚至自己帮助别人修行的时候，自己还可以得到对方的一门功法。阿弥陀佛。小半炷香之后，异象消失，悟明睁开眼睛，对着我和11礼。多谢洛夫人点悟贫僧，贫僧此次破入洞府境，皆是施主的功劳。大师言重了，一切都是大师领悟所得。我作揖回礼，虽然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洞府境，总而言之，这一波是双赢。志明微微一笑，洛夫人与佛家有缘，有大智慧。若是夫人不嫌弃阐心寺简陋，夫人可要来我阐心寺看看。我微微思索，我觉得可。与此同时，在教主殿中，一个侍女欠身一礼，教主，夫人刚刚遇到了阐心寺的悟明，然后夫人随着悟明前往阐心寺的方向。洛晴明抬起头，他们如何搭上线的？回教主，这是刚才事情经过。侍女将那一张纸呈上，在洛晴明一个念头之下，那一张纸摊开漂浮在空中。本来无一物，勿使惹尘埃。缓缓念出这一句诗，洛晴明嘴角微微勾起，看起来我的这位夫人还真是深藏不露呢。洛晴明小手一挥，这一张纸连灰都没有剩下。我随着悟明来到阐心寺。说实话，在魔教里面开了一座佛家寺庙，我觉得这就挺离谱的。山上佛光普照，佛韵缠绕，而且山上的僧人们要不是诵念佛经，要不就是诵念在拿着棍子在习武。这些僧人们见到我，皆是一愣，然后很快，僧人们便是低下了头，闭着眼睛诵念着佛经。我知道是自己太漂亮了，让这些刚入门不久的僧人们动摇了佛性，这就很无语。我特么是个大老爷们啊！我临北终有一天要以男儿身，堂堂正正的行走天下。我握紧拳头，暗暗发誓，现在我当务之急就是弄清楚自己的外挂。当然，如果能从阐心寺弄清楚魔教的大致情况，那就更好了。对于自己来说，自己对于天魔教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。洛夫人，请进。悟明带着我进入到阐心寺的寺庙之中。不一会儿，阐心寺的住持走了出来，对着我和11礼。阿弥陀佛，老衲会接。见过洛夫人，妾身见过大师。我双手也是和11礼。若是夫人不介意，还请夫人一步别院。会接微笑道，虽然不清楚为什么昨天洛夫人
人刚刚大婚，结果今天雾明就带着来了。但是毕竟是教主夫人，肯定不能懈怠。当然可以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。一炷香后，雾明将事情的经过全部给慧阶说了一遍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阿弥陀佛。慧阶细细品悟，洛夫人有大智慧。而就在此时，我感觉到体内的那一颗珠子再次发生了变化，并且我的脑海又浮现了一重法门——静心泛咒。这一刻，我大致是明白了，当自己帮助别人修行的时候，可以随机获得一门法术。就当我更了解自己外挂的作用时，在慧阶的心中，此时的我已经是一个温婉、貌美、具有佛性的完美女子。甚至慧阶有点可惜，那就是我是教主夫人，无法遁入空门，否则的话，以对方的慧根，佛法造诣未来会极高。大师，妾身初次来到天魔教，有些不懂，不知大师可否指教一二？我回过神来，打算打探一下天魔教情况。夫人，请问，老衲必定知无不言。请问大师，妾身的夫君，也就是教主大人，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当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表现出了3分的忐忑、3分的期许、3分的娇柔以及1分的担忧，完完全全将刚刚出嫁、不了解夫君为人的古典新婚妻子形象给表现出来，别人一看都会不由心生一软的那种。夫人不必担心。慧阶微微一笑，教主大人虽然平时冷漠无情残酷，但是教主在老衲看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而且教主大人也不容易啊。不容易？如何说？林北问道。阐心点了点头，轻轻一叹，如今天魔教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际上暗流涌动，有不少的反叛势力。经过小半个时辰的交流，我问了很多东西，慧阶都一一告诉我。首先就是天魔教的反叛势力，教主洛晴明其实登上教主之位总共才不过是3个月的时间而已，而洛晴明境界不过是玉仆境初期，来到天魔教也才不过是9年而已，这就让很多长老不服了。在他们看来，应该是自己登上教主之位才对，怎么可能轮得到这么一个黄毛小子？因此，现在在天魔教有很多的势力表面顺服，其实上暗地里是离心的。随后从慧阶的口中了解了关于修仙的知识之后，洛晴明的破境之路仿佛才是那个开了挂的存在。洛晴明被前任老教主捡回来的时候，才不过是9岁，当时洛晴明不过一介凡人。可是9岁那年，洛晴明被老教主收入天魔教修行，1年之内从零基础迈入炼气士第4境，12岁进入观海境，14岁结成金丹，迈入金丹境，17岁进入玉仆境。如今18岁的洛晴明已经是玉仆境中期。不过虽然洛晴明境界很高，但地位却不稳，这让我很是开心。洛晴明被推翻下台，那自己不就是可以跑路了吗？当然了，就算是洛晴明不被推翻下台也不要紧，我觉得自己可以先好好修行，然后取得洛晴明的信任，再然后找个机会跑路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自己的男儿身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，一发现自己人必死，而且自己的父母怕是也会被连累。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，请问大师，不知道我们天魔教的教主可需要什么资格？我委婉地问道。我主要想问，是不是女子不能当教主？要不然的话，他隐藏女儿身干嘛？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自己听说前任教主就是女子啊。首先境界至少是要在玉仆境中期，当然历届教主境界最低都在仙人境中期，这也是很多人不服现在教主的原因之一。其次那就是需要得到前任教主的承认。最后还有一点，不过这一点不成文就是了，而且比较特殊，上任的天机城城主曾经预言过一次，第11任的天魔教教主不能是女子，否则天魔教将会遭受灭顶之灾。我们的教主大人就是第11任。我在心中倒吸一口凉气，怪不得洛晴明要女扮男装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本来是洛晴明的地位就不稳，天魔教暗流涌动，若是其他人在知道天魔教的教主是个女子，天魔教那不得翻了。懂了，我觉得自己都懂了。我留下来用了一顿斋饭，又问了不少关于天魔教的问题。饭后，我本来还想在阐心寺逛一逛，看看阐心寺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，但是没一会儿，一个僧人进来通报道：洛夫人，山门外有2个女子，说是您的侍女，要接夫人您回去辞别阐心寺，婉拒了对方的相送。我刚刚走出院落，便是看到2个貌美的女子站在了自己的眼前，她们都是侍女模样的打扮，其中一个侍女穿着一袭红色的长裙，脚踩红色的绣花小鞋，红色的眼瞳之中透露出诱人的妖冶。至于另一个女子，她身穿着淡蓝色的长裙，长裙上绣着的是几朵白色的素花。2位姑娘是我神色看起来带着几分小女孩的紧张，演技很是惊人。夫人，奴婢名为红鱼，她叫做锦霜，是教主让我们来照顾夫人您的。红鱼温柔轻声道，她的声音很好听，甚至是有一种媚人心魂的感觉。我知道，与其说是照顾，还不如说是监控自己，这就有些难受了。不过对方竟然知道自己的位置，那也就是说明自己其实无时无刻都在受到洛晴明的监视。夫人，我们走吧，天色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锦霜稳稳开口，语气之中莫得丝毫的情感。我有些怀疑这2个侍女该不会是喜欢天魔教教主吧？那就劳烦2位了。我欠身一礼。锦霜寄出一艘仙舟，3人乘坐着仙舟返回。红雨和锦霜守在门外，带着忐忑的心情，我走入到房间中。夫人去哪里了呢？就当我刚打开房门之时，便是看到洛晴明双腿交织坐在床榻上。洛晴明此时是女子打扮，头发微微湿润，泛着晶莹的水珠，看起来像是刚刚沐浴过。开叉的睡袍划过洛晴明白嫩无瑕的大腿，一抹白皙泛着烛火的微红，那一双完美无瑕的玉足勾着绣花小鞋。那个闲来无事，妾身随便逛逛，然后遇到了阐心寺的悟明大师。我一五一十的将事情说了出来。我知道自己说不说，其实对方都知道，但是对方就是想要让自己亲自坦白。过来，洛晴明横躺在床榻上，将精致小瓶子丢给我，拿着这一个小瓶子，我一脸懵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愣着干嘛？这是御敷液，过来给本座擦身子。洛晴明以命令的口吻道：这不好吧？我有些扭捏，你我都是女子，有何不好？赶紧过来！洛晴明的语气更加严厉，我气得满脸涨红。什么叫你我都是女子？我是爷们，是纯爷们啊！你再在那傻站着，我把你丢到湖里喂鱼。好的，这就来。为了活下去，为了更好的明天，我紧捏着拳头走过去。只不过大热天的，我气得浑身发冷，拳头都在打哆嗦。没事，忍辱负重，大丈夫能伸能屈。不过当洛晴明将睡裙滑下肩
肩头，白嫩玉背展露在我面前时，我突然鼻子一热。洛晴明趴在床上，洁白无瑕的玉背像是钟乳石一般光滑，细腻的宛若婴儿的肌肤，这么美的背，不去把火灌真的可惜了。冷静，冷静，小兄弟，你冷静啊！我悄然运转静心泛咒，强行让自己进入贤者模式，但是对方的后背好滑，这静心泛咒似乎顶不住。半炷香之后，如同经历了生死考验一般，我给对方擦完背，但是自己的后背已经是湿透了。走吧，洛晴明系好衣服起身，去哪？我愣了一下，洛晴明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睛看着我，这么晚了还能去哪？随我去灵泉服侍本座沐浴。闻言，我感觉天都塌了，整个人也是愣在了原地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察觉到对方神色的变化，洛晴明眼眸虚起，甚至在周身已经是弥漫着杀意。没，妾身不敢。我欠身一礼，表面看起来稳如老狗，实际上心中已经是如同排山倒海一般了。这可咋整？服侍对方沐浴，那也就是说自己也要下水。可是自己是纯爷们，但是自己怎么可能拒绝得了？这个洛晴明一副你要是敢违背我就宰了你的模样。这老妹怎么这么暴躁啊？能够服侍教主大人沐浴是妾身的荣幸。洛晴明白了我一眼，那就跟我来吧。现在我脑壳哇哇的疼，怎么不行？没听教主大人的安排，我额头已经是冒出冷汗。没多久，洛晴明将我带到了魔主峰的一处灵泉，这一处灵泉是我的师傅所建造的，灵泉里面的水可以提升人的体质，洗去污垢。洛晴明淡淡的介绍道，除了我和师傅之外，你是第3个来这里的人，多谢教主大人器重，妾身惶恐。我赶紧欠身一礼，语气带着3分的欣喜，3分的害怕，3分的敬畏以及1分的服从。洛晴明冷冷的看了我一眼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最好不要动用什么心思，跟着我，我不能保证你什么，但是至少可以让你衣食无忧，你修行的资源也不会比别人差多少。但是万一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，雨落。洛晴明走上前，嫩滑修长的玉指勾起我的下巴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。是。看着面前美到不像话的女子，我咽了咽口水，额头冒出一滴冷汗。我感觉得到，对方是真的会这么做。吃下这个吧。洛晴明将一个盒子丢给我，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颗血红色的丹药，此药是我昨日炼制好的，名为血魂丹。服下这一颗丹药后，你需要每天都服用1颗解药，而解药便是我的血。若是你一天没有服用我的血，不出6个时辰，你会化为一滩血水。吃下这枚丹药之后，你就真正是我的人了。我便是会教你修行，你开始为我办事，我的身边不需要花瓶。闻言，我的心中一阵苦涩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这娘们竟然想要用这么恶毒的方法来控制自己，恶毒啊！你似乎很不愿意啊。洛晴明微微歪了歪脑袋，侧看我，一缕发丝划过她娇美的脸颊。愿意，妾身已经是嫁给教主，那此生便是教主您的人了。妾身此生只愿陪教主。我一口将其服下，不带嚼的那种。我知道此时的自己根本就没得选择，自己只能给他效力，先得到他的信任，然后再慢慢想办法。可恶，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。给我发育的时间，我一定要把你按在地上打。看着我服下，洛晴明点了点头，为我宽衣沐浴吧。是。我一边在体内运转静心泛咒，一边解开洛晴明的束腰的衣带，细，实在是太细了。她的腰就像是柳枝一般的纤细，衣带落下，衣上散开，紧接着是少女发丝的散开。对方的身段实在是太过于曼妙，虽然比不过红鱼，但是那种比例极其的完美，尤其是那倾城倾国的脸蛋。我听说修仙界有一个美人榜，洛晴明女扮男装，她肯定没有上榜，但是她若是以女子身份示人，那么美人榜榜首怕是要屈居第2。糟糕，我突然感觉自己的地内动了，我觉得真不是自己的错，但是地内的本能不受控制啊。这真不是静心泛咒太菜了，而是我修行的还不够深，而且对方实在是太过于撩人了。你一直弯着腰干嘛？洛晴明疑问道。妾身今天逛悠了挺久的，腰有点酸。我诚惶诚恐道。洛晴明眼睛微微虚起，但是也没有多在意。如今我服下血魂丹，他已经不可能背叛自己，等自己确定他真的没问题了，自己再给他解药。下来，给我擦背。洛晴明命令道。是。我应道。未等洛晴明说什么，我先是跑到一棵树后，看着我跑开的样子，洛晴明也没阻止，看看我到底要搞出没事名堂。2分钟之后，我脱掉衣服，裹着长巾出来，看着裹着长巾的我，洛晴明就不懂了，你我都是女子，裹得如此严实干嘛？回教主大人，妾身自幼贫穷，与教主大人截然不同，难免心生自卑，还请允许妾身裹着长巾服侍教主大人。我怯怯地说道。洛晴明看了看自己，再看了看一马平川的我，一时有些许的理解。随便你，过来吧。是。我心中长舒了一口气，下水拿着毛巾给洛晴明擦背。其实身为玉仆境修士的洛晴明早就是无尘无垢，后背光滑无比，擦背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习惯而已。洛晴明没什么感觉，但是我就遭殃了。洛晴明的性格虽然恶劣，还给自己下毒，可是不管如何，对方那美貌和身段是不容忽视的，外加上我是热血男儿，这静心泛咒怎么可能够用？所以我一直弯着腰。但是别说，这灵泉泡得很是舒服，我感觉自己全身都经过了洗礼一般。就在我有些享受这灵泉的时候，洛晴明一把抓住我的脚腕。洛晴明看着我的小腿，你腿毛为何这么粗？面对洛晴明的疑问，我一时语塞。废话，自己是男的，腿毛能不粗吗？但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不能够说出来的。这也怪自己，自己确实是忘记刮腿毛了。不瞒教主大人，我的脑袋经过疯狂转动之后，语气哽咽的开口道：从小妾身的腿毛就很浓厚，看了好几次的大夫，用了不少脱毛药，可是都无济于事。这也是妾身从小最为自卑的地方。说着说着，我从自己的眼角挤出了2滴的眼泪，然后的哭了起来。别哭了，洛晴明训斥道。我立马停住了，但还是抽着鼻子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感觉。本座会让药堂给你特制药品的。洛晴明不耐烦地道。多谢教主大人。我假装欣喜道，实际上心中已经是被泪水所弥漫。我的腿毛啊，陪伴了我18年的腿毛。
毛，这就要不保了吗？嘎嘎嘎！就当我在为自己的腿毛而伤心的时候，天空中飞过几只母乌鸦，不停地叫着。洛晴明眉头微皱，从水中起身，晶莹的泉水从他的身上缓缓滑下，紧接着的是一抹圣光。洛晴明走上岸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便是从储物袋里拿出衣服穿好。本座有事要处理，你自己回去。未等我应答，洛晴明已经是消失在原地了。洛晴明走后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但也只是一时的轻松而已。如今自己已经是看光了他的身子，还碰了他的身体。要是洛晴明发现自己一直欺骗他，自己其实是一个纯爷们，我觉得自己死都是轻的了。外加上自己还被下了毒，想起这些，我就感觉自己的脑壳哇哇的疼。罢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我放弃了思考，我很想躺平。穿好衣服，我回到寝宫中，发现红鱼和景霜皆是没有在。我猜测是洛晴明带走了。看来红鱼和景霜果然是深受洛晴明的器重。话说回来，那他们知道洛晴明其实是女儿身吗？躺在床榻上，我安稳的睡了一晚，一夜无话。喂，起床了，别睡了。造成天刚亮，我便是听到有人在喊自己。此时的洛晴明穿着的不是男装，而是换了一身裙长。起床了，别睡了。洛晴明又一声不耐烦道。我可以闻到对方身上的血腥味。此时的洛晴明宛若一朵带血的玫瑰。教主大人，洛晴明将一本书直接丢给我，这是神魔影的最基本开篇心法。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大约半月。半月后我回来，会检查你修行的进展如何。这本功法记住后就烧毁，知道吗？是。我点头道。红雨和景霜跟着我一起去，就不跟着你了。是。我再点头。洛晴明看了我一眼，再丢下一个小瓶子，瓶子里装的洛晴明的血，每天喝上一滴，足够我回来了。记住，你可以随便乱逛，也可以随便惹事，你是我的人，谁要是敢动你，我就杀谁。但你要是胆敢背叛我一点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雨落。洛晴明一转身，潇洒离开。看着对方着急的样子，我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不过至少在洛晴明不在的半个月内，自己是安全的。我今天继续前往了天魔教的藏书阁。天魔教的藏书阁很大，一共有9层。当我踏入藏书阁1楼的时候，无数人转头看向我，眼睛皆是一愣。修仙界从来都不缺乏好看的美人，但是这个姑娘也太好看了吧！尤其是那1米78的身高，那一双大长腿简直了。此时已经是有不少人蠢蠢欲动，想要上前搭讪了。但是看着看着，他们对这个女子感觉到了几分的眼熟。这个女子不就是教主夫人吗？不少人在心中已经是默默流泪。如果是普通的女子，他们觉得自己还能够去舔，但是这是教主夫人，自己上前去舔，那就是对教主不敬，自己的命不要了吗？我自然是注意到这些视线。说实话，被这些大老爷们紧紧地盯着看，我心中有一点发毛。但是为了保持形象，为了保持教主夫人的形象，我还是对他们微微一笑。可这一笑杀伤力太大了，一时间周围的人有些恍惚。在所有人的目送下，我直接走到了第4层。按照检索目录，我找到了一本魔功大全，里面记载着的天下所有的魔功，当然只不过是简单介绍而已。从中我知道了洛晴明给自己神魔影乃是天魔教的镇教神功，修行到大成可引渡神魔。一时间我的心情有些复杂，没想到洛晴明竟然会如此的大方，直接教给自己至高心法。若是自己是一个女子的话，说不定还真的跟他了。但是没办法，自己是男的，自己的身份暴露，那就是一个死字。我感觉按照洛晴明的性格，是不会允许自己欺骗他的，更别说自己不仅是看光了他的身子，甚至还摸了他。当我放下书本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。我伸了一个懒腰，随后回到了魔主峰。回到房间后，我觉得自己需要好好的修行一下洛晴明给自己的那一本神魔影。先不说洛晴明教给自己的是天魔教至高的功法，单单是洛晴明回来后要检查功课，我都不敢松懈。自己必须要表现出价值，然后得到洛晴明的信任，只有这样，自己才能够得到解药，或者是有更多的途径得到解药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没有出去魔主峰一步，一直修行了10天。第11天，神魔影的进度调到了60%，我境界从明心境中期突破到了明心境圆满，距离修士第3境焚炉境只有1步之遥。第12天，我垂死惊坐而起，吃了一滴血，然后继续晕倒过去。第13天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迈入了炼气境初期。此时我发现自己身上污泥一片，黏黏的、稠稠的，多少有点臭。去魔主峰的灵泉洗了个澡，感受着灵泉滋润着自己的身子，我此时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回到寝宫，我查看了一下神魔影以及境界的具体进度。此时我隐隐猜测到了这一颗经验珠更为棒的地方，那就是可以帮你突破瓶颈。当卡在明心境圆满的时候，我明显感觉到了瓶颈的存在，需要不少的时间才能够突破。可是经验珠无视了这瓶颈的存在，就当我疑惑之时，房门被突然一下子打开，吓了我虎躯一震。教主看到洛晴明，我赶紧下床，对着洛晴明欠身一礼。幸好哇，自己穿的是女装，要不然自己就暴露了。话说这魔头不是3天后回来吗？洛晴明看着我，二话不说，一根手指点在了对方的眉心。我慌极了，生怕对方察觉到其他功法以及经验珠的存在。而且话说回来，对方这么做，该不会察觉到自己是爷们吧？不过我发现自己想多了，我感觉到体内的经验珠带着其他功法一起隐匿了，就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，知道我在想着些什么。10息之后，洛晴明收回了手指。教主大人，我有些心虚的问道，不知道妾身的修行是否合格？勉勉强强。洛晴明退下身上的男装，换上了一袭轻纱长裙。本座要休息一会儿了，1个时辰之后叫醒本座，你出去吧。是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告辞离开。而在房间内，洛晴明看着门口，原本平静的眼眸，此时才是露出一抹吃惊，还是有一点天赋的，不是一个花瓶。这次回来，若我修行神魔影没有到达5成的话，那洛晴明就会考虑把对方当作花瓶来养，自己的身边不需要废物。等到自己霸业成了，不需要他了，自己就让他在魔教当一个小执事。当然，他要离开那是不可能的，他知道自己太多的秘密了，而我如今表现出的天赋，有资格为自己做事。教主大人，时辰到了。我站在门口，恪尽职守的当个人形闹钟。1个时辰后，里面才传来一声慵懒的回应：进来。推开门，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洛晴明正靠在床头，睡眼惺忪，长发如
瀑般披散在肩上。当她那双还带着水汽的桃花眼看向我时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是心动的感觉。这女人的颜值简直神了，发什么呆？过来，给我更衣。骆晴明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竟然带了点该死的御姐撒娇味儿。我嘴里默念着静心泛咒，手上动作却不敢停，走上前去为她解开裙长，只是轻轻一拉她腰间的丝带，那层薄纱就顺滑的落了下去。冷静，林北，你给我冷静！好不容易伺候完这位姑奶奶穿好衣服，我感觉自己的道心又精进了一层。就在这时，骆晴明随手从储物袋里掏出一封信丢给我，这是何欢风送来的册子，你怎么看？我心里一动，赶紧接了过来。来了，这是开始考验我，想让我插手天魔教的事务。想想也对，我家是清白，跟天魔教没半点瓜葛，再加上神魂被他下了禁制，还为了血魂丹，简直是上了双重保险。这种背景干净又好控制的工具人，不用白不用，这可是个好兆头。我迅速打开册子，何欢风，天魔教里人数最多的山头，清一色的女弟子，他们的宗旨听起来挺文艺，与相爱的人鼓掌，战斗力嘛一般般，但是他们的作用谁也替代不了，因为这帮姐们在全世界开了连锁店，店名叫春风楼，但这春风楼不光是风月场所，更是天魔教遍布天下的情报网，是教主的眼睛和耳朵，所以对骆晴明来说，何欢风绝对不能丢。结果呢，这册子上写的居然是何欢风想自立门户，脱离天魔教单干，理由也挺实在，生意不好做了。最近有个叫欢喜宗的同行异军突起，他们的路子更野，讲究吸干男人精气，绝情绝欲，而何欢风还讲究个情字，段位上就有点跟不上了。结果就是欢喜宗的寻欢楼把春风楼的生意抢得七七八八，本来赚的就少了，还要给天魔教抽3成，这帮娘们早就想单飞了。以前老教主再不敢，现在骆晴明刚上位，根基不稳，他们觉得机会来了，何欢风不能脱离天魔教。我合上册子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，理由。骆晴明语气平淡，听不出喜怒。春风楼遍布天下，是我们情报的来源，是教主的眼睛和耳朵，要是没了他们，教主就成了瞎子聋子，损失太大了。你倒是懂得不少。骆晴明挑了挑眉，看着我，切身想着能为教主分忧，所以去藏书阁看了些书，对教内事务略知一二。我赶紧躬身，摆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。骆晴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切身确实有点不成熟的想法。他那双桃花眸微微眯起，看得我心里有点发毛。我明白，这既是考验，也是机会。要是表现得太蠢，以后就真成一个摆在身边的花瓶了。要是不堪大用，还谈什么获取信任，成为心腹？想到这里，我决定不演了，摊牌了。若是教主信我，我愿意亲自去一趟合欢峰，见见那位峰主。你就这么自信？谈不上自信，只是觉得可以试试。我低着头，姿态放得很低。好，下一秒，一块玉佩被丢了过来，拿着它。见玉佩如见本座，红鱼和景霜会陪你去把你的想法跟合欢峰那个老娘们好好聊聊。是，我心中一喜，稳了。很快，红鱼和景霜就出现在我面前，领着我上了仙舟，直奔合欢峰。一路上，红鱼笑眯眯地看着我，那眼神仿佛能看穿人心，而景霜则像个冰块，抱着刀一言不发。我被这两个风格迥异的绝色美女夹在中间，本该是人间天堂，可我总觉得后背发凉。两炷香后，仙舟落地，合欢峰跟别的山头不一样，遍地都是盛开的樱花，风一吹，花瓣雨落下，美得有点不真实。刚上山就看到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4个大字：雄性动物止步。我不由得心中一凉，还好没人发现我是男的。一路上，不少合欢峰的女弟子看见我们，都好奇地张望，她们穿着清凉雪白的肌肤，在阳光下晃得人眼晕，尤其是在溪水里嬉戏的那几个，更是毫无防备。我只能拼命默念静心咒，感觉这功法熟练度都快被我刷满了。奇怪的是，那些女弟子看我的眼神，总让我觉得怎么那么像男人看他们时那种色眯眯的眼神。终于，我们见到了合欢峰峰主罗青，一个风韵犹存的美妇人。不知洛夫人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罗青一边给我倒茶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打量我，眼神在我平瘠的胸口上停留了1秒。我把那封信往桌上一拍，罗峰主，这封信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罗青看到那封信，依旧笑得风情万种，信上写得很清楚了呀，没什么好说的呢。语气软糯，但态度强硬。我叹了口气，当年合欢宗危难，是我天魔教收留了你们，现在想单飞，是不是有点不厚道？洛夫人这话可冤枉奴家了。罗青摇着手指，我们给天魔教赚了这么多年的钱，恩情早就还完了。再说了，现在生意这么难做，姐妹们都要吃饭的嘛。而且啊，他话锋一转，意有所指地说道，我们教主大人年纪轻轻就到了玉璞境，天赋是好，可要当好一个教主，光有天赋恐怕不够啊。话音刚落，景霜的手已经按在了刀柄上，这老娘们在内涵骆晴明太年轻，镇不住场的。哎，我重重叹了口气，一脸惋惜。本来我这还有几个发财的路子，想着能帮合欢峰重回巅峰呢。既然罗峰主心意已决，那就算了。罗青果然上钩了，玩味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洛夫人有什么高见，她压根不信我一个养在深闺的商贾之女能有什么本事。面对她的质疑，我只是一笑，有笔墨纸砚吗？红鱼立刻上前为我研墨，我提笔就画，刷刷刷，不到半炷香，3张图纸就画好了，请罗峰主品鉴一下。罗青狐疑地接过图纸，下一刻，他的眼睛骤然瞪大。第1张是层层叠叠、可爱又华丽的洛丽塔，第2张是能完美勾勒曲线、清纯又活泼的死库水，第3张是名为 JK 制服的套装，白色水手服，超短的百褶裙，黑色长袜包裹着膝盖，裙摆和长袜之间那一片绝对领域，杀伤力爆表。罗青死死攥着那3张图纸，呼吸都急促了。他是个资深从业者，一眼就看出了这3套衣服的恐怖威力。这要是让春风楼的姑娘们穿上，那些公子哥还不得疯了？这些都是夫人设计的。他看我的眼神，像在看一座会走路的金矿。是啊，我点点头，闲着没事瞎画的。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只要罗峰主愿意，我每个月都能给你提供3套新款式。罗青动摇了，一套衣服只能赚一波快钱，但如果是源源不断的新款呢？不只是衣服，我乘胜追击，从袖子里拿出另一张纸，这里还有一些关于春风楼的运营方案。我随便写了个开头，峰主有兴
兴趣看看吗？罗青一把抢了过去，他越看瞳孔震动的越厉害，最终他长舒一口气，看向我，眼神复杂。若不是夫人已是教主的人，我真想把你抢回合欢峰。紧接着，他拿起桌上那封想要脱离天魔教的信，一把火烧成了灰烬。事情搞定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告辞了。我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红鱼和景双都快憋不住了。夫人，你到底给罗青写了什么？红鱼忍不住问道。没什么，就是一些关于市场运营的建议。我故作高深的说道。回到魔主峰，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的汇报。骆晴明听完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，你为什么这么懂青楼的事？他终于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。回教主，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。我父亲曾娶过一位青楼女子做妾，那位小姨跟我关系很好，经常讲里面的门道。他还老夸我说，我要是去开青楼，就没别人什么事了。闻言，骆晴明、红鱼、景双三人表情精彩纷呈，想吐槽又不知从何说起。罢了，骆晴明摆了摆手，合欢峰的事以后就交给你了，妾身必当竭尽全力。我心中狂喜，这不仅意味着我得到了初步的重任，更意味着我能通过合欢峰这个渠道和外界建立联系。你做得很好，想要什么奖励？骆晴明看着我，交叠起他那双完美无瑕的长腿，为教主分忧是妾身的荣幸，不求回报。我嘴上说着，心里想的却是，当然是血魂丹的解药，但这话我敢说吗？既然你没想好，那这样吧，本座为你淬体，为你的修行打好基础。淬体，我瞬间就慌了。淬体，那不是要脱光光？我的身份岂不是要当场暴露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骆晴明见我面露难色，眉头一蹙，不，妾身当然愿意。我心里忐忑不安，只是不敢劳烦教主大人，这事你不用管。骆晴明不容置喙地说道。等你从春风楼回来，本座亲自为你淬体。完蛋！与此同时，合欢峰，罗青正对着赶制出来的3套新衣服两眼放光。他叫来心腹弟子红英，明日我将与洛夫人前往临江城，新衣的事情你要多上心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他是我们合欢峰的希望。是。红英重重点头，随即又担忧道：峰主，新衣妹妹卡在元婴境圆满，是否该让她出山历练一番？不行！罗青断然拒绝。她身怀至阴之体，又是天生媚骨，容貌更是……若是出事，不知会引来多少麻烦。不到玉璞境，绝不能离开后山。罗青的最终目的，并非赚钱，而是为了他16年前带回来的养女罗心一。这个女孩是合欢道万年不遇的奇才，是他们证明合欢之道并非断头路的唯一希望。为此，合欢峰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砸在了罗心一身上。可现在，罗心一遇到了瓶颈。峰主，或许我们需要找到至阳之体。红英小声提议。茫茫人海，去哪找？罗青叹了口气，先不想这个了。当务之急是搞钱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灵石把新一的境界堆上去。这一次，那位洛夫人或许真是我们的贵人。不过2日，我就跟着罗青来到了前国的临江城，看着街上热闹的景象，我心里有点惆怅。要不是该死的穿越，这个年纪的我本该是勾栏听曲的主力军，结果现在我不仅得穿着女装，还得亲自下场指导业务。我们一行人进了春风楼，管事叶英前来迎接。当罗青宣布从今天起这家店由我全权负责时，叶英的脸当场就垮了，那眼神里的不信任和怨气根本藏不住。我笑着走上前，拉住她的手：叶英姐姐，接下来1个月要辛苦你了。然后我微笑着下达了第一个命令：麻烦姐姐把所有姑娘都召集过来，另外清场吧，从今天起春风楼停业7天。另一边，天魔教，骆晴明躺在床榻上，又一次在梦中回到了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，战乱、饥饿、寒冷。他是个又脏又丑的小乞丐，在快要冻死的时候，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出现在他面前。喂，小兄弟，你还行吗？那个女孩塞给他几个包子，一些碎银，还有一块不怎么值钱的玉佩。我也帮不了你什么，这些你拿着吧。说完，女孩就跑上了马车，消失在风雪里。靠着这些东西，她活了下来。后来她被师傅带走，成了天魔教的圣女，如今的教主。可那个女孩的模样，那块玉佩，她从未忘记。梦醒时分，骆晴明缓缓睁开眼，从怀中拿出那块温润的玉佩，紧紧握在手中，继续找，一定要找到她。关门！你见过哪家青楼大白天关门的？不接客！你们竟然不接客！赶紧让老子进去！临江城春风楼外，一众富商官员、文人墨客骂骂咧咧，眼看就要把门给拆了。好不容易来勾栏听曲，听得兴起，结果春风楼居然直接说打烊了。这大白天的，打什么烊？生意不做了。现在这行都卷成什么样了？你们春风楼还想躺平不成？几位爷，抱歉，事发突然，还请几位爷见谅。叶英带着几个有经验的姐妹不停地鞠躬道歉，道歉有什么用？走，去寻欢楼。不少客人大袖一挥，转头就去了别家。看着客人们远去的背影，叶英等人心情复杂。这年头拼的就是服务，赚的就是回头客。今天倒好，把几个老主顾全得罪了，这损失可就大了。那位教主夫人到底要搞什么名堂？峰主怎么就由着他胡来？叶英憋着一肚子火，却不敢发作，只能叹了口气，领着人回了后院。后院里，春风楼上上下下，从实习生到正式员工，123位姑娘全都到齐了，个个衣着清凉，香气袭人。一阵风吹过，我都忍不住想打个喷嚏。姑娘们噤若寒蝉，偷偷打量着坐在最前方的那个极美的女子，也就是我。她们心里肯定在嘀咕，这女子的身份不一般，就是长得太平了一点。不过，她们看我身边那个带刀的短发少女，眼神里倒是充满了惊艳，尤其是那双大长腿，确实绝了。洛夫人，春风楼的姑娘们全部都来齐了。叶英走到我身边，欠身一礼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爽。我点了点头，站起身，走上前扫视全场。春风楼花魁姑娘是哪位？我开口问道。回夫人，彩蝶不敢当。一个女子应声出列。我看过去，这个叫彩蝶的姑娘是个凡人，长得确实不赖，有点像我上辈子见过的网红脸。清官人是哪些？我再问。随即10几个女子站了出来。这种风尘之地的清官人，说白了不过是待价而沽罢了。就这样，半炷香后，我对这里所有的人都有了个大致的印象。春风楼的姑娘们整体颜值在线，各种类型也齐全，御姐、萝莉、清纯、可爱，应有尽有。对于诸位姑娘，我已经有了个大致了解了。我缓缓开口，声音
音不大，却让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。从今日起，我将接管春风楼1个月，在这7天里，我会给各位进行不同的培训，还请诸位做好准备。我看向乐师们，直接下达了第一个指令。首先，乐师将这几首曲子给我练会。我让侍女将几张纸递过去，乐师们只粗略看了一眼，眼睛就骤然亮了，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，恨不得立刻就上手演奏。这异常的反应让在场的其他人都好奇不已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曲子能让这些经验丰富的乐师如此激动？接着，我转向夜莺，叶姨，这是我们天魔教降噪堂做的流影仪，里面有3首舞蹈，让跳舞最好的10位姑娘将这学会。这3首舞当然不是我自己跳的，我林北虽然上辈子是舞蹈区的常客，现在又被迫女装，但我死都不会穿女装跳舞，这是我林北最后的倔强。这些舞蹈都是我将脑子里的记忆具现化出来的，虽然我只有练气境，但修行了神魔影之后，这点是还是能办到的。是，夜莺接过流影仪，眼神里也充满了好奇。然后我们春风楼会分出3个区域，我继续宣布我的计划。这3个区域分别是女仆茶厅、别院以及泳池派对。别院他们还能懂，可女仆茶厅和泳池派对是什么鬼？不等他们想明白，我就已经开始点名，将一个个姑娘挑出来，分成了3个部分。很快，他们就在侍女的带领下，懵懵懂懂的离开了。哎，那我呢？花魁彩蝶指了指自己，你啊。我想了想，嘴角一勾，你需要一个人设。另一边，寻欢楼内，管事丽姨听到春风楼关门的消息，还把客人都赶了出去，惊得差点掉了下巴。春风楼疯了，他们还想不想做生意了？是的，侍女点头道。现在好多客人都在骂春风楼呢，妈妈该高兴才是，他们这不是把客人都往我们这边赶吗？侍女有些不解。不，丽姨摇了摇头，眉头紧锁。夜莺不是傻子，他们这么做肯定有大问题。小花，你快派人去打探一下，看看春风楼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很快，春风楼关门谢客7天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传遍了整个临江城。同行们一开始都以为是假新闻，派人去门口一看，好家伙，真的关门了！一时间，整个临江城都炸开了锅。春风楼这是要干嘛？实现财务自由，提前退休了？无数人都被勾起了好奇心，纷纷表示等春风楼重新开业，一定要去瞧瞧热闹。当然，也有不少当初被赶出来的客人放狠话，就算是饿死，从护城河上跳下去，也绝对不会再踏进春风楼一步。就在全城热议之时，一间酒楼内，一个长相俊秀的男子正捏着酒杯，饶有兴致地听着外面的议论。这春风楼什么来头？回黄公子，一个将军肚的油腻大叔，也就是临江城城主曹大人，战战兢兢地回答：这春风楼是老字号了，背后的势力是合欢峰，靠着天魔教。合欢峰，天魔教。黄公子嘴角微微勾起，让天魔教光明正大的做生意，不愧是临江城啊！老曹，你说是吧？老曹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差点当场跪下，卑臣死罪，你何罪之有？黄公子轻笑一声，人家好好做生意，内税不少，不是好事吗？是，黄公子说的是。老曹冷汗直流，心里叫苦不迭。这位黄公子正是当今前国国主，微服私访到了临江城。这位陛下可不是善茬，2个月内连撸了9个城主，他老曹可不想成为第10个。本来我打算后日离开，不过这春风楼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。黄公子打开扇子，笑道：我多留几日，看看他7天后能搞出什么名堂。老曹，你没意见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老曹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，心里却在哀嚎：该死的春风楼，你早不搞事晚不搞事，偏偏这个时候搞，这不是玩我吗？与此同时，春风楼后院内，我的特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主人，欢迎回家。至10几个姑娘穿着特制的女仆服，齐声喊道：不行，不够精神，再来。我叉着腰喊道：主人欢迎回家，声音不够嗲，再来。主人欢迎回家，很好，保持住。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又转向另一边，舞蹈一组，极乐净土练得怎么样了？过来跳给我看一遍。7天时间一晃而过，距离重新开业的前一天，我让所有姑娘在我面前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。洛夫人，不知道您是否满意？夜莺站在我身边，语气里充满了期待和激动。经过这几天的培训，她已经彻底服了。那些新奇的舞蹈，特别是那首主打曲，简直是绝了。她毫不怀疑，一旦这首曲子流传出去，春风楼将名动天下。我点了点头，准备一下，明日辰时开业吧。是，明天我就要让整个临江城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内卷之王。第2天一早，春风楼门口就贴出了一张巨大的告示：明日辰时开业。消息一出，人群瞬间沸腾。紧接着，第2张告示贴了出来，上面是价目表：入场费5两银子，女仆茶厅10两银子，别院20两银子，泳池派对30两银子，名额有限，可接受预约，不接受留业。入场费5两，怎么不去抢？还不留业？你们还是青楼吗？这么贵，谁去谁是傻子。人群中，不少同行派来的托开始起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俊美无双的公子走上前，直接丢出1张100两银票，这些入场券都给我来1张。紧接着，临江城首富、城主府管家，甚至连闲散王爷临江王都纷纷上前购买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众人一看，连王爷和城主都去了，自己要是不去，岂不是落伍了？万一以后跟不上话题，那多掉价。一时间，门票被哄抢一空，火爆的场面让负责售票的绿竹都有些担心。要是明天的表演不能让大家满意，这捧得有多高，摔的就有多惨。次日，天还未亮，春风楼外已是人头攒动。我推开窗，看着楼下鼎沸的人声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今天过后，春风楼将彻底翻身，我和合欢峰的关系将更加巩固。洛晴明也会看到我的价值，等我得到他的完全信任，拿到解药，结。一想到能把那个女人按在地上打，我心情就瞬间舒爽了。夫人，姑娘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开业吧。辰时一到，春风楼大门敞开，临江王第一个走了进去，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倒吸一口凉气。这衣着，这鞋子，身着旗袍的姑娘身段婀娜，脚踩高跟鞋，一双双美腿被衬托得更加修长，还有些姑娘穿着可爱的短裙和黑色长袜，简直是大彩。只有男人才这么懂男人。
突然，铮的一声瑶琴响起，一首闻所未闻的曲子在大殿中回荡。我提着一壶酒来看花开花败南长风月展，5名宫装少女在台上跳着妖娆又新奇的舞蹈，每一个转身，每一个微笑，都带着一丝媚术，勾人心弦。我们是杏花酒女团，舞吧！5个女孩齐声喊道。每周1、3、5都会在春风楼表演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哦！思思我爱你，舞你跳得太好了！台下瞬间爆发出热烈的呼喊。紧接着，管事上台宣布，我们推出了桃花酒女团的周边，购买超过10两银子就可以和您支持的成员握手一次。成员的支持度排名还会影响他之后的资源和站位哦。话音刚落，场面彻底失控。思思的周边给我来100两，我出150两支持二。就连混在人群中历练的龙剑宗弟子们也顶不住了。大师兄王武本来还训斥师弟不要乱花钱，可当他看到舞姿有些笨拙，努力跟上节拍的珊珊时，心里顿时一软。珊珊姑娘会不会因为没人支持而伤心？不行，不能让我喜欢的女团成员受委屈。500两，我支持珊珊姑娘！王武扯着嗓子喊道：“花一点钱算什么？”听着场面上不断响起的叫喊声，一个长相俊美无比、肌肤比女子还要玉嫩的男子正微笑地看着面前的一切。单单就这所谓的女团来说，每一个成员的类型都不相同，可以说尽可能满足了所有人的主流审美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支持。外加上女团内又有些许的竞争，所以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支持女团内的某一个成员，将女团内的竞争转化给他人。而看着自己支持的女团成员越来越好，他们就会投入更多的感情，就像是一种养成一般。不得不说，想出这个主意的人还真的是好手段啊！呀，城主老爷，老爷您来了呀！这位公子长得好生俊俏啊，这肌肤比我们这些女子都白了。就在男子感慨之时，夜莺赶紧扭着腰肢跑了过来。临江城城主曹苦进入春风楼，夜莺自然是亲自迎接。不过今天曹城主带着这个公子真的长得好生俊俏，甚至若是穿上女装，怕不是整个临江城的姑娘们都得低下头。叶妈妈，别动手动脚的！见到夜莺就要朝着陛下抱去，曹苦吓了一跳，陛下可是千金之躯，怎么可能被一个风尘女子沾染？无碍。黄公子微微一笑，这一笑让夜莺都不由吃了。只不过曹大人与春风楼的叶妈妈关系如此好，看来曹大人平时没有少来啊。黄公子微笑地看了曹苦一眼，这一眼让曹苦浑身打了个哆嗦，双腿发软，下意识就想跪下去，但是被黄公子的一个眼神给制止了。夜莺自然是将其看在眼里，一时间他收敛了许多，看起来这位黄公子应该是前国大臣，或者是某个王侯将相的子嗣。叶妈妈，带路吧，看看你们春风楼停业这么多天，搞出了什么名堂。是。夜莺欠身一礼，不知诸位是想要去哪个地方呢？泳池派对吧？曹苦开口道，而这自然也是黄公子的意思。好的，那2位还请随我来。夜莺将2人带入春风楼的一个后院，当2人刚走进去的时候，便是感觉到温度降低了几分。砰，1万，糊了，哈哈哈！给钱，抢地主，加倍！院落之中有一个用大理石砌成的巨大池塘，池水清澈见底。池塘被分为浅水区、深水区以及竞赛区和排老区。不少女子身穿着奇怪的紧身衣着，端着放了冰块的琉璃杯凉茶走来走去，而顾客们则穿着防水的裤子，在冰凉的水里打着牌，喝着冰镇酸梅汤。在这炎炎夏日，确实是一件美事。这种一块一块的牌子叫做麻将，卡牌名为扑克牌，这一些都是我们春风楼最新发明的游戏呢。黄公子凑近一看，发现扑克牌的牌面上画的还是春风楼的姑娘们，更像是一种变相的宣传。这麻将与扑克牌倒是有点意思。黄公子微笑道，身边察言观色的曹苦一下子便是明白了。叶妈妈，这麻将和扑克牌你出一个价格，然后送到我城主府。这个夜莺有几分的为难。曹城主，实在抱歉，麻将和扑克牌我们目前不出售，不过到时候我们会量产进行贩卖。无事。黄公子摆了摆手，带我去其他地方看看吧。接着夜莺又带着2人前往了女仆茶厅。主人，欢迎回家。刚踏入一步，4个女子一同娇声喊道。曹苦感觉自己的身子都酥软了几分，有意思。黄公子走进茶厅，看着这里的布局和姑娘们古怪又好看的服装，每当有女子上菜时，都会一边转圈，一边在胸前比个爱心手势，羞耻又上头地说一句不灵不灵，施展魔法，让菜变得更好吃哦。体验完女仆茶馆后，他们又来到了别院，这就是别院了。我们家夫人说又称之为密室逃脱。夜莺介绍道，需要完成里面的解谜任务才能够逃离出来，一场大约需要1个时辰。如今第1场已经开场了，黄公子若想要参加第2场，可进行登记。黄公子点了点头，将3个场景粗略参观完之后，黄公子自认为是对这春风楼已经了解了。而当他刚走回春风楼大堂的时候，一首曲子的词由清越的女声唱出，再配上那清澈的瑶琴，悠悠传来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此曲悠悠传荡而开，春风楼中的客人皆是愣住，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，更是立在原地，久久都未回过神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一首曲罢，整个春风楼都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黄公子念着这句，眼眸之中满是惊叹。这一首词恐怕将会以最快的速度传遍整个前国，而春风楼这个名字也将会被这无上的热度推上顶峰。从此往后，春风楼怕是要压过所有的青楼一头了。就连曹城主都在一边感叹道：“叶妈妈。”黄公子问向夜莺，不知这一首词是哪位大家做出来的？回公子。叶妈妈恭敬一礼，这一首词是我们洛夫人做出来的。不仅如此，今日春风楼的一切都是洛夫人的手笔，我可否见一见这位洛夫人？这个夜莺有些为难，洛夫人可是天魔教教主夫人，岂是别人想见就见的？叶妈妈，难道不能行个方便？曹苦赶紧上前问道。曹大人，并非妾身不给您面子，主要是那位的身份，妾身还不如人家的一根头发呢。这曹苦看向黄公子，请示一下。对方点了点头，于是曹苦设下结界，在夜莺耳边轻语了几句。听完，夜莺眼睛瞬间亮起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不远处的那位黄公子。此时我正在春风楼的房间里，看着今日的流水账目，这才不到1上午，春风楼的流水就已经赶上之前1整天了。
天了。而这一切，所有人都知道，都是我这位洛夫人的功劳。夫人，一个侍女走了进来。何事？我放下手中的账本。胡员外提出愿意花3000两，成为思思姑娘的入幕之宾。侍女怯怯道。我摇了摇头，说过的，春风楼不接客留夜。那以后的事还没想好。是。侍女不敢多说，躬身退下。一旁的罗青看到这一幕，神色很是复杂。我知道他是在担心春风楼的转型之路。罗峰主是怎么想的呢？我开口问道。洛夫人手段百变，今日春风楼确实是临江城的焦点。可是罗青欲言言止。罗峰主还请看看这个。我从储物袋中将一本厚厚的册子拿了出来，递给他。这是我为春风楼做的未来规划。我知道罗青在担心什么，毕竟这么多年都走老路子，一下子转型，生怕把腰给转断了。罗青接过册子，以神识扫了一遍，看完之后，他整个人都呆住了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奇才，简直是奇才！这本册子上，我将女团运营、棋牌室构建、主题餐厅等5个层次的规划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一旦运营好了，合欢峰的姑娘们就再也不用像欢喜宗那样卖身求存了。看着罗青心动的样子，我知道他上钩了，也很正常。谁能抵御这种诱惑？我拿出的这些方案，在上辈子随处可见，但在这个时代，就是降维打击。首先是女团，其实就是偶像养成的改良版，圈钱能力一流，然后是麻将和扑克牌，很快就会火遍大江南北。等别人模仿时，我们早就用天魔教降灶堂的力量实现量产，占领市场了。当春风玉牌和春风纸牌走进千家万户，这种宣传力度无人能及。之后，我会定期给春风楼指导，提供曲子、服装和运营策略。到了最后，我相信谁要我的命，合欢峰就会跟谁急。洛夫人，峰主，有一位贵人想见洛夫人。就在我感觉前途一片光明时，夜莺敲响了房门。贵人，我疑惑道。是的。夜莺轻轻点头。此人是前国帝王夏雨冰。前国帝王，对于这位帝王，我了解的不多，只知道他登基10年来励精图治，国泰民安，甚至有开创盛世的迹象。但他也是个工作狂，后宫至今空无一人，愁坏了满朝文武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前国帝王要见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以后我要是逃出魔教，总得有个去处吧。要是能和这位明君打好关系，说不定还能找个靠山。然而，当我见到对方的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傻眼了。来到包厢，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前国帝王，这怎么长得那么娘里娘气的？不对，该不会和洛晴明一样，也是个女儿身吧？尽管她穿着一身男装，可那长长的睫毛，那水灵灵的大眼睛，还有那白皙的能掐出水的小脸，无一不透露着女性的特征。我敢保证，凭着我上辈子看图练出来的火眼金睛，这位前国帝王9成9是女扮男装。怪了，难道其他人看不出来吗？仔细一想，倒也能理解，谁敢去勘察帝王的身子？而且当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男人时，就算你怀疑，久而久之也会被同化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前国欣欣向荣，谁也不想再经历内乱，所以这位帝王不是男子，也必须是男子。我脸上可是有什么东西？洛夫人如此看着我，似乎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。前国帝王先开了口，声音很是中性，妾身只是没想到陛下竟然如此的俊美。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在他对面坐下，锦双抱着刀站在我身后，而他身后则是一个玩着鲁班锁的双马尾小女孩。不知道陛下找我有何事？我开门见山的问。我听说如今春风楼的一切都是出于洛夫人您的手笔，心生仰慕，想要见一见洛夫人。前帝微笑道，这一笑竟有几分妩媚。我心里大喊，靠，这前帝99%是妹子。我摇了摇头，谦虚道，不过是一些小把戏罢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小把戏呢，单单是那一首明月几时有，必定流芳千古。陛下夸奖了。我点头一笑，心里琢磨着，他不会是特意来拍我马屁的吧？其实有一件事，我有些难以启齿。说着，前国帝王给我倒了一杯茶。陛下请说。林姑娘乃是前国洛城人士，因为天魔教的原因，所以嫁于洛晴明。在此之前，林家与天魔教并无任何交集。林姑娘是否是被强迫所致？若是林姑娘愿意，我可帮林姑娘脱离天魔教，且我对林姑娘一见钟情，愿纳林姑娘为妃。哐当！前帝话音刚落，我脑子就嗡的一声，旁边的临江城城主曹苦更是吓得没坐稳，哐当一声，连人带椅子摔在了地上。陛下刚刚说什么？他看上了天魔教教主夫人，也就是我，还要抢回去当妃子？我额头上瞬间冒出3个问号。开玩笑的吧？可他是皇帝，君无戏言啊！难道他是认真的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难不成这位陛下这么久不耐妃，是因为好人妻这口？我身边的锦双眉头紧锁，小手已经按在了刀柄上，似乎下一刻就要拔刀相向。而前帝身后那个双马尾小女孩也不玩鲁班锁，死死地盯着锦双。房间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说实话，我想走吗？我当然想走。待在魔教，我的男儿身一旦暴露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可问题是，我能走吗？我身上还中着洛晴明的毒呢，走个锤子！再说了，谁知道这前国帝王是男是女？万一是女的，他想掩饰身份，结果发现我是纯爷们，我得死。万一是男的，那我不行，我得选边站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取得洛晴明的完全信任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一横，重重一拍桌子，猛地站了起来，结实的胸肌气得没有任何起伏，但我肩膀不停地抖动，看起来简直是气冷抖。夏雨冰，你要是再说这种话，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我这一声大吼，把曹苦吓得魂都快没了。卧槽，对方知道前帝的真名，还敢这么大声说话，命不要了吗？对方是天魔教的夫人啊，那没事了。林姑娘，难道你真的愿意在魔教吗？若是林姑娘跟我走，我保证天魔教教主无法伤害林姑娘分毫，而林姑娘将会成为我的妃子，不出意外，将会是我的皇后。夏雨冰依旧面带微笑，不为所动。我呸！我义正言辞，语气深情而又坚决。就算我一开始不是自愿的又如何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如今我已经是天魔教的人。锦双，送客。说完，我直接甩袖转身，留给他们一个决绝的背影。若是林姑娘改变主意了，可随时找到临江城城主，他会将姑娘的意思转告我。夏雨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随后便是他们
离开的脚步声。人一走，我立刻开始复盘刚才的表演。语气够气愤，身体气得发抖，脸颊通红，演技绝对在线。景双肯定会把今天的事原封不动地告诉洛清明，我在他心里的信任度绝对又上了一个台阶。果不其然，身边的罗青看着我依旧气得泛红的脸颊，眼神里满是赞叹。看吧，他肯定觉得我是真的爱惨了教主。回去的路上，曹苦还在不停地骂我无礼，试图在夏雨冰面前挽回印象。若是曹大人再聒噪，干脆去当一个说书先生吧。夏雨冰一句话就让他闭上了嘴。回到城主府，夏雨冰遣退众人，准备沐浴。双马尾小女孩设下结界，隔绝一切探查。随着衣裳缓缓滑落，长发不散，解开胸前的裹布，一对与洛清明不相上下的大熊猫跃然而出。我猜的没错，前国帝王果然是女儿身。少女迈入澡盆，牛奶般丝滑的浴间沾染着红色的花瓣。小小，夏雨冰忽然开口，正在游泳的小女孩转过头，你说林北知道洛清明那小婊子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臭女人吗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在临江城的改革成果简直超乎想象。春风楼火了，是彻底火了。之前那些放狠话说打死不进春风楼的哥们，现在一个个都说着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，屁颠屁颠的跑了进来。我写的那首水调歌头《明月几时有》更是传遍了大江南北。春风楼的名号响彻全国，女仆装、麻将、扑克牌，我推出的新玩意儿迅速占领了市场。春风楼被打造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品牌。最终，我和春风楼签订了顾问契约，每个月提供一首词曲、2套衣服设计和指导性建议，就能拿到一个季度100枚上品零食的报酬。100枚上品零食，那可是1000万两白银。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，资源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算了，想这个干嘛？我还是想想回去后怎么应对洛清明吧。我不由叹了口气，回去后他就要给我淬体了，淬体就要脱光光，这可咋整啊？我一边走一边思考，感觉这就是个死局。走着走着，我突然停下脚步，院落中，景双正闭着眼，笔直地站在树下练刀，阳光洒在他肩头，英气十足。不得不说，虽然他总板着脸，但男人的直觉告诉我，他比那个笑眯眯的红鱼安全多了。就在我看得有些出神时，景双突然睁开眼，轰！他面前那棵3个壮汉才能合抱的大树轰然倒下，小心红鱼那个女人。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，转身进了房间。你越是有用，你就越是危险。与此同时，天魔教大殿内，主人林北与景双已经是从临江城返回了，预计3天就会到达。红鱼躬身禀报道：我知道了。洛清明站起身，我出去2天，事务交给你处理。主人这是去。林北做得不错，我去给他准备奖励。雨落，洛清明的身影消失在大殿。随后2天，洛清明深入黑兽林，硬汉上古异兽，取其妖丹，又飞往北海，独占仙人境黑蛟，抽其龙血，最后跨越万里，奔赴火龙山，斩杀亚龙，取其火之心。这每一样都是能让修仙界疯狂的至宝，如今却被他拿来给一个下午境修士淬体。2天后，洛清明带着一身伤回到天魔教，简单处理后便躺在床上，静静等着我回来。终于，在我的万般忐忑中，非洲抵达了天魔教。我几次3番想跳船跑路，都被景双不动声色地拦了下来。一回到魔主峰，景双便直接离开，一句话也没多说。我理了理衣裳，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洛清明的房门，一股淡淡的清香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别一直站在门口了。床幔后传来他清冷的声音，我走过去，掀开床帘，他正斜倚在软榻上，乌发如云，双眸清冷，不甚裸露的香肩比明珠还要耀眼。我注意到他右臂上绑着渗血的布条，看来是受伤了。你在临江城做的事情还不错，走吧，本座带你去淬体。他坐起身，声音干脆利落。然而，当听到淬体这2个字时，我瞬间打了个哆嗦，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。教主大人，不急的，您的手臂。我试图拖延时间，无碍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和我走。可是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，额头已经冒出了冷汗。怎么？洛清明转过身，冷冷地看着我，你不愿意我为你淬体？当然不是。我立刻挺直腰板，满眼真诚，这是妾身的荣幸。那就走吧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心里万千草泥马奔腾而过，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我3妻4妾的美梦啊！我跟在他身后，来到魔主峰的灵泉，只见他取出一个大鼎，往里灌了龙血，丢了颗心脏，又加了颗珠子，跟大杂烩似的搅了搅。可以了，进去。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，会有些疼，你忍一下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要脱衣服吗？那是自然。他看白痴似的看着我，要不还是穿着吧，妾身自卑。别废话，脱了。洛清明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怎么办？死期已至，我2世为人，连妹子嘴都没亲过啊！林北，你是不是在隐瞒我什么？就在我绝望之际，洛清明一步步向我走来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妾身就不隐瞒了。我眼含热泪，心一横，开始飙戏。其实妾身身上有疤痕，那时妾身遇到了一个渣男，他骗了妾身的身子，又抛弃了我，最后妾身给自己来了一刀，与他恩断义绝。呜呜，妾身不想被教主您看见，实在是太丑陋了。嘤嘤嘤，我一边用袖子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，一边死命地掐自己的大腿，再不使点劲，我真哭不出来啊！那个男子叫什么名字？1个月内我会将他人头带给你。洛清明似乎有些动容，他叫江大炮，哪里人士，妾身就不清楚了。我随口编了一个罢了。他摆了摆手，本座依旧可以找到。现在你把衣服脱了吧。不是，还要脱啊！我呆住了。你肚子的伤疤，我可以为你治疗啊。这不好吧？这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洛清明直接伸出手来，教主，真的没必要。教主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只听撕拉一声，洛清明大手一挥，我身上的衣服瞬间爆裂成无数碎片。灿烂的阳光之下，一只自由的小鸟正在展翅翱翔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我静了，洛清明也静了。圣光打下，模糊了视线，但就算模糊了，那轮廓也还是看得一清二楚。此时的我脑海一片空白。洛清明也是如此，他想过我身上有蹊跷，但他从来都没想过我竟然是个男的。为什么我会是一个男的？一时间，洛清明的脑海中回想起了我给他穿衣服、擦背，甚至和他同床共枕的画面。他清冷的脸蛋泛起一抹微红，不是
羞的，是气的，她的身子就这么被一个男人给看了，给碰了，而我的心思也很是复杂。怎么说呢？这种感觉就挺奇怪的。我随手抓住一块飘落的布片，挡在自己面前，老脸微红。其实吧，教主大人，等等，教主大人有话好说。我刚想解释，洛晴明已经拿出了一把青蓝色的长剑，他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一步步朝我走来，剑上泛着幽幽的寒光。突然，他横剑一挥，我身后那几棵大树顷刻间倒下。我咽了咽口水，看着面前这个杀气腾腾的女人，她是真的想杀了我。别动！洛晴明一字一句都透露出无尽的杀意，我会让你死得痛快的。下一瞬，他就出现在了我面前。等我话还没说完，就感觉视线一阵恍惚，哐当一声被他放倒在地。他抬起白嫩无瑕的脚掌，直接踩在我胸口，剑尖直指我的心脏。只要这一剑刺下，我就可以再次转世了。唰！洛晴明猛然刺下。等等！我大喊道，剑尖距离我的胸膛只有0.01公分。我咽了口水，汗水已经打湿了后背。我给你3句话。洛晴明像看死人一样看着我，我是一个好人。第一句，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的，是你们强行把我绑来天魔教，我是无辜的。第二句，教主，如今你杀我，只能解心头之恨，可是合欢峰还需要我，若是我没了，合欢峰那边不好说啊，你在威胁我。他踩着我的脚微微用力，我感觉自己的肋骨随时都会被踩断。不，这并非是威胁，我认真的看着他那双要杀人的桃花眸。教主大人，你想抛开我是无辜的不谈，若是我死了，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合欢峰又会想着独立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抛开我是无辜的不谈，如今我已经是您的人了，绝不会说出您的秘密，会为您效力。抛开我是无辜的不谈，杀了我没有任何收益，但我可以帮助您做很多事，你就那么想要强调自己是无辜的？洛晴明冷冷道，废话，我当然是无辜的了，如果没来天魔教，我现在还在青楼勾栏听曲呢。当然，这话我可不敢说。教主大人还请看着我的眼睛，看出什么了吗？什么？真诚。我眼中充满了求生欲，听着我的话语，洛晴明死死地盯着我，似乎在权衡利弊。我也不避开他的视线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人畜无害的柯基。此时，洛晴明的内心正在天人交战，一个小恶魔在他心里叫嚣着，杀了他，你的清白就不要了吗？而一个小天使则劝道，他是无辜的，而且他还帮了你不少忙。再说了，你们不就是夫妻吗？别吵了！洛晴明在心中一声大喊，举起长剑，朝着我的脑袋直直刺下。我瞳孔骤缩，抢！长剑落在我脑袋两边，削断了我几根长发。林北，我给你活命的机会！洛晴明冷冷地看着我，但是从今日开始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你生是我洛晴明的人，死是我洛晴明的鬼。你若是让其他人知道了你男子的身份，若是有一天背叛了我，我发誓你会比死还难受。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知道了吗？我只敢点头，生怕他一不小心就炸毛了。很好，起来吧，进大鼎里去。他闭上眼睛，深呼吸一口气，似乎在忍耐杀掉我的念头。我继续为你淬体，还淬啊！我很是意外。洛晴明睁开眼，冷冷地看着我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不敢多言，赶紧跳进大鼎，隐忍，好好修行。只要我的修为比这个魔女高，我就可以把她按在地上打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我林北迟早有一天要打上天魔教。我林北就在我给自己鼓劲的时候，蚀骨钻心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。这魔女就是变相的折磨我啊！看着我在大鼎里痛得死去活来，洛晴明眉头微皱，随即一跃而起，坐在鼎边，伸出小手放在我头顶，神魔引共生。我的叫声越来越小，最后彻底晕死过去，而我的痛楚也逐渐转移到了洛晴明身上。少女紧紧抿着薄唇，一声未吭。当我醒来时，发现大鼎中的液体已经变得漆黑粘稠，恶臭无比。醒了就赶紧去洗澡。洛晴明的声音从身边传来，我转头一看，才发现他一直坐在鼎边，只是脸色有些苍白。他指尖一勾，我就被甩进了灵泉之中。洗干净后，我发现自己好像更白更帅了。穿上，他丢出一套男装给我，我换上后发现还挺合身，人模狗样。他打量着我，给出了评价。我眉头微抽，你才是狗。我听说在临江城你见到了夏雨冰。他突然问道，是，当时前国帝王表示要纳属下为妃，不过属下拒绝了。呵呵。洛晴明冷笑2声，只要是我有的东西，那个小婊砸还真是什么都想要抢啊。小婊砸，果然前国帝王是女的，而且他们关系很不好。在你看来，夏雨冰是什么样的一种人？骄傲自大，天下第一，哪方面都远不如教主您。我昧着良心拍马屁，下一刻他直接拉过我的衣领，那张完美妩媚的脸蛋近在咫尺。林北，你最好庆幸你做出了选择，否则的话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杀了你。而且夏雨冰那家伙，若是他知道你是男子的话，他的视线缓缓下移，意义不言而喻。我不由下体一凉，赶紧表忠心，教主对我不薄，属下绝不会背叛教主。回到房间后，洛晴明将一件睡裙丢在我脑袋上，给我换衣服。若是你的手碰到我丝毫，我就把你手给剁下来。是，我小心翼翼地解开他腰间的丝带，给他换上睡裙，生怕碰到他一点。再看，我就把你的眼睛挖下来。他冷冷地看着我，不让我碰，还不让我看，我怎么给你穿啊？你似乎对我不满。他一脚踩在我胸上，直接将我壁咚在墙上。没有，我赶紧摇头。魔女，不要给我找到机会，否则我遭受的耻辱一定加倍奉还。林北，我告诉你，他眼眸微眯，我不管你理由如何，你看了我的身子，碰了我的身体，你就是我的人。若你的手胆敢再碰其他女子，我定杀了你。月色透过窗沿，洒了一地银灰。洛晴明静静坐在窗前，凝望着星罗棋布的夜空，微风轻轻吹拂着他的长发。他忽然闭上了眼睛，似乎在回想今天发生的一切。我猜他肯定没想到我林北竟然是个男的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他已经被我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得叹了口气，随即站起身，朝我所在的外房走来。此刻我正四仰八叉地躺在软榻上，睡得正香，还打着轻微的呼噜。卸下伪装后，我感觉睡得特别安心。突然
我感到一阵寒意，我勉强睁开一道缝，看见骆清明正站在我面前，眼眸之中闪过一抹杀意。要杀了他吗？他喃喃自语。我心头一紧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好在他最终还是摇了摇头，似乎做出了决定。罢了，他似乎在说服自己，既然我已经娶了她，身子也被他看光摸过，那我骆清明便会接受这一切。这辈子我的男人就是他，我此生不会负他。可他若是负我，他猛地低头，眼神冰冷地盯着我熟睡的脸。林北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，生生世世生不如死。丢下这句话，他转身就要离开，可没走几步，他又转了回来。紧接着，一只白嫩的玉足抬起，柔软的脚跟精准地踩在了我的脸上。我瞬间被踩醒，脸上柔软的触感和眼前白皙的长腿让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整个人都是黑人问号。你要是再打呼噜，我就把你舌头给割了。骆清明冷声道：“知道了吗？”他踩在我脸上的脚更加用力。我赶紧点头，不敢有半点迟疑。骆清明这才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收回小脚，转身离开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中一阵惆怅。没想到我打个呼噜都能遭受到生命的威胁。一夜，骆清明将我踩醒，威胁我打呼噜就死。我林北记住了。我默默地在心里的小本子上记下了一笔，然后继续倒头就睡。结果还没一会儿，我又感觉被踩了。刚刚是左脸，这次换成了右脸。你再咂嘴，我就杀了你。我有咂嘴吗？我明明还没睡着，好不好？再说了，你好歹是上5境的大能，设个隔音结界很难吗？我严重怀疑骆清明就是故意的。没错，这个女人肯定是故意的。可恶啊！怎么，你似乎有意见？骆清明眯起眼睛看着我，没有，是属下的错，属下一定注意。我立刻认怂。今日晚，骆清明刁难本大爷，本大爷记住了，给本大爷等着。骆清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再次转身离开。为了防止他再找借口折磨我，我强撑着坐在床上，不敢睡去。但没过多久，眼皮就像灌了铅，我最终还是四仰八叉地倒在床上，直接睡死了过去。喂，起来！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就听到了模糊的呼喊声。我下意识地翻了个身，双腿夹着被子继续睡。看着我这副样子，骆清明的眉头微微抽动。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就把你阉了。3、2，等等。虽然我刚睡醒，脑子还不清醒，不知道他在数什么，但直觉告诉我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骆清明的倒计时像一道闪电，瞬间把我吓得魂飞魄散。我一下子就精神了，赶紧坐了起来，给我更衣、洗漱。骆清明将衣服丢给我，其中还包括那条熟悉的熊猫绷带。看着那长长的绷带，我眉头微抽，心里总感觉不对劲。我的身份明明已经暴露了，他怎么还让我服侍他？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是耳聋吗？还是那么喜欢这熊猫绷带？那个，我塞进嘴里。我说把这熊猫绷带塞进嘴里。不愿意。骆清明拔出了长剑，剑尖闪着寒光。没，愿意。我连忙做事就要把绷带塞进嘴里。没错，我只是想要活命而已，我绝对不是什么变态。我想要活命有什么错？然而，就在我差一点真的把那玩意儿塞进嘴里的时候，骆清明一脚踩在了我的胸口。罢了，今日先放过你，给我更衣。是，我感觉自己彻底成了这魔女的玩具。可恶啊！我认命的起身，用熊猫绷带给她缠上，褪下裙纱，换上了一袭青衫。更衣之后，骆清明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跟我来。是，我跟在他身后，被带到了一片竹林。竹林之中，红鱼和景双早已等候在此。他们看到跟在骆清明身后的我，都是一愣。教主后面为何会跟着一个男子？他凭什么跟在教主大人的身后？等等，这男子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？将你腰间的玉佩摘下。骆清明命令道。是，我不得不从。而当我将那块可以混淆性别的玉佩摘下的瞬间，无论是红鱼还是景双，都愣住了。此人是林北。当我将那块可以隔绝神识探知的玉佩摘下后，景双和红鱼皆是一脸吃惊的看着我。这一刻，他们都发现了我其实是个男的。那一块玉佩到底是何物？竟然可以混淆他们的神识？等等，林北是男子，那教主大人岂不是？景双的眼中只是带着不解和疑惑，而红鱼已经悄然捏紧了自己的小手。如你们所见，林北是一个男子。骆清明开口了。本来我想杀他，但他还有用处，有他在，至少还不会反。我给他下了魂师与血魂丹，他也无法背叛我。从今日起，林北便是你们同僚。是。景双报道一礼。对于我是个男的这件事，景双自然很意外，也很排斥，但他似乎认为这是教主大人的决定，必有其考量。红鱼。骆清明看向一直沉默的红鱼。是。红鱼，一切皆听教主大人您的意思。红鱼面带微笑，欠身一礼。景双看了一眼红鱼，随后移开了视线。林北实在是太弱了。骆清明继续说道。景双，你教林北刀法，红鱼你教林北刺杀。半年之内，我要林北进渡劫，进洞府境，我的身边不需要废物。是。红鱼和景双齐声应道。我则已经在心中对着骆清明挥了无数拳，要不是打不过，我早就付诸行动了。骆清明不再多言，转身离开。竹林之中便只剩下我和红鱼、景双。见过2位姑娘，我对着他们作揖一礼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有点慌，我能感觉到这2人绝对是骆清明的铁杆粉丝。虽然骆清明说不追究了，但我终究是骗了他。身为小迷妹的他们，鬼知道会不会借训练的名义把我往死里揍。林公子长得真好看呢。红鱼微笑着看着我，猩红色的眼眸中尽是柔和的笑意，但这笑意看在我心里，却让我隐隐发毛。尤其是骆清明还让他教我刺杀，好家伙，擅长刺杀的女人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。走，我教你学刀。景双转身走开，示意我跟上。呀，刀有什么好学的？红鱼却微笑着靠近我。林公子与我一起学刺杀如何？说着，他直接挽过我的胳膊，大熊猫悄悄地贴了上来，感受到那柔软的触感。我的汽车人首领又有话要说了，但很快他就被我强行禁言了。林公子，刺杀很有意思的哦。红鱼那柔弱无骨的小手轻轻握住我宽大的手掌，若是林公子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手把手教学呢。不了，我赶紧拉开距离，快步走到景双身边。就算汽车人首领在脑海里疯狂呐喊跟他学刺杀，我还是保持了理智。我怕这刺杀一学，我自己就成了被刺杀的第一个目标。多谢红鱼姑娘的好意了，刺杀来日再学。我恭敬的作揖一礼。我林北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成为一个刀客，所以还是先练刀。说完，我赶紧站到了景双的身边。走。
景双看了红鱼一眼，转身离开，我连忙跟上，看着我逐渐离开的背影，红鱼那双杏眸微微眯起，他走到旁边一个清澈的小水潭边，不停地洗着手，嘴里念叨着脏死了，脏死了。刚才碰过我的那件衣服也被他脱下来丢掉了，他洗了很久，感觉手皮都要磨破了，这才缓缓站起身。没事，不急的。看着水潭中的自己，红鱼微微一笑，整理好衣裳，双手交叠于身前，朝着前方走去。林北，今日起我便是教你学刀。走到竹林的一块空地，景双从他的储物袋中拿出了一排长刀、腰刀、滚背双刀、皮刀、双手带刀、背刀、苗刀，各种各样的刀琳琅满目。我甚至还看到了唐横刀。有种说法，唐横刀是刀类兵器发展史上的最高杰作。上辈子在蓝海星那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国，他们的太刀就是由唐横刀演化而去的。我非常喜欢唐横刀，它极为帅气，刀身修长，没有丝毫笨重，却又显得霸道无比，就像一位儒将，进可进庙堂治天下，动可入沙场开天下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选择了唐横刀。景双看着我选好了刀，也没说什么，只是眼神里似乎透露出他更喜欢苗刀一些。景双姑娘，我选好了。我拿着这把唐横刀，顿时感觉自己像个真正的刀客，就像小男孩拿到了一根趁手的棍子，总想砍点什么。景双点了点头，那开始吧。我教你的刀法不是天魔教的刀法，而是我在一个秘境之中所得。此刀法一共3刀，练会这3刀，你就可以出师了。第一刀名为劈山。景双话音刚落，直接一刀挥出，轰隆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大地震动，不远处天魔教内的一座无主山峰瞬间被劈成了2半。我看得目瞪口呆，我甚至感觉景双根本没用灵力，这一刀仅仅是凭借着刀气和刀势而已。要是用上灵力，哇，那简直不敢想。景双姑娘，能否斗胆问一下姑娘的境界修为？我实在太好奇了。境界？景双歪了歪头，比教主大人低一点，打扰了，低一点，那也是玉璞境。我身边都是些什么天才怪物？练刀吧。景双没再理会我的胡思乱想，既然教主让他教我，他就会好好教。好的，我收起心神，先挥刀1万次给我看看。我早就想过练刀会很累，但我从来不知道会这么累。连续挥了5000次刀，我感觉自己的手臂都快废了。这还是在我经过淬体，并且境界到了炼气境的情况下。可即便如此，还要再挥5000次，我简直不敢想。但景双就在一旁盯着，我根本不敢停下来。每当我一有停下来的迹象，他就会用那种你是不是不行了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种眼神深深地激起了我的斗志。男人，你说什么都可以，但你不能说男人不行。于是我咬着牙继续当我的打桩机。在这挥刀的过程中，景双不断为我纠正着动作。当挥到第6000次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奇妙的状态，就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一样。第1万次，我忍不住了，我一声大喝，一道刀气随着我的挥舞被甩了出去，在地上切出一条5米长的细痕。成了，我自己都愣住了。难不成挥刀挥着挥着就能练成绝世刀法？当然不可能，单单挥刀是练不成的，必须配上独特的呼吸法和灵力运转，并在每一次挥刀中让这3者达到最和谐的地步。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，挥刀一次就是磨合一次。说实话，景双原本以为我至少要每天挥刀1万次，连续挥1个月才能找到那么一点感觉，但没想到真的就只是1万次，我就成功了。景双也有些恍惚，他当初掌握的时候是挥了多少次刀来着？2万次还是3万次？或许我林北真的是个天才。好了，今日就到这里吧。景双淡淡开口，明日辰时我会在这里等你。雨落，他转身离开，没有丝毫废话。我放下长刀，感觉胳膊已经彻底麻木了，甚至怀疑明天还能不能举起刀来。我拖着疲倦的身体来到灵泉，脱掉衣服，整个人泡了进去。灵泉的水浸润着我的身体，像是在为我维修零件。我不由舒服地发出一声 Kamoji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进度条：3刀，仅此3刀，开天辟地，进度10%。卧槽！看着这描述，我心头一惊。开天辟地，这3刀这妖牛的吗？景双姑娘真是倾囊相授啊！我一边感慨着景双的大方，一边又忌惮着她的严厉。泡着泡着，我不小心在灵泉里睡着了。等我醒来时，明月已经高悬天空。糟糕，我暗道不妙，这么晚回去肯定完蛋。那个魔女指不定会用什么法子折磨我。我赶紧擦干身子，一边提裤子一边往房间跑。我刚一进门，一条白皙的长腿就朝着我踩了过来，直接将我壁咚在了门上。有一说一，每次洛晴明做出这个动作，我都感觉她的柔韧性是真的好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她像看死人一样的看着我。属下练完刀之后去灵泉洗澡，一不小心睡着了，还请教主恕罪。我连忙解释，我敢保证他肯定知道我在灵泉睡着了，现在故意这么问就是存心找茬。本座最讨厌听的就是借口。洛晴明冷冷道，以后虚实你还没回来就不用回来了，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。是，我忍。女魔头，你给我等着，滚过来为我更衣。洛晴明转身往内房走去。你自己没手吗？生活不能自理吗？我真的很想这么说，但是我不敢。我走过去帮他褪下衣裳，缓缓解开熊猫绷带。每一次为他更衣，我的静心泛咒就要增长1-2个百分点。我感觉再这么下去，用不了多久我都能把这玩意儿修炼到小成了。不过这次出了点意外，我的手一直在抖，这真的不能怪我。挥刀1万次，胳膊不抖才怪，抖也就算了，关键是给他穿衣服还不能碰到他，这就特别难受。所以我一直捏着衣服悬在空中，迟迟不敢下手。洛晴明看了一眼我悬着的手，眉头不由皱起，你在干嘛？那个手有点抖，怕触碰了教主您的圣体，要不让景双或者是红鱼姑娘来。洛晴明轻蔑一笑，但不知为何，我感觉从他的眼眸中看到了一丝恶作剧般的坏笑。连这种事都做不好，我要你何用？他说着直接揪过我的衣领，我偏要你给我穿，记住，要是你敢碰我一下，那你就去死吧。说完，他的眼眸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期待。我整整用了半炷香的时间才给他穿好衣服，在极强的求生欲下，我用灵力死死克制住手臂的颤抖，强行控制着每一块肌肉，让抖动的幅度保持在最小范围。等我换好衣服后，后背已经被汗水湿透了，感觉早都白洗了。算你逃过一劫。洛晴明横躺在床榻上，曼妙的曲线如同起伏的山峦。我的汽车人首领兄弟又有花样。
要说，但被我强行禁言了。这个吃下去。他从储物戒中掏出一瓶丹药丢给我，我顺势接住。教主大人，这个是让你吃就吃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他不耐烦地白了我一眼，我眉头微抽。那个，我吃饱了，能不吃吗？他的双眸如刀一般，你说呢？好的，我只能含泪吃下。丹药入腹，我感觉腹中像有一团火在燃烧，逐渐蔓延到全身，滋润着我的每一个细胞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只感觉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一身轻松。这药有治疗作用，滚下去！洛清明发话了，今日你和景霜学刀，明日便和红鱼学刺杀。4个月后，我会检查你的修行进度，半年后必须渡劫进洞府境。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他像看蚂蚁一样的看着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他的眼神让我浑身打了个哆嗦。是，不过教主大人，我能只学刀吗？和红鱼学习刺杀，我怕不是明天就要一不小心死于意外了。不行，他的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不过看着我那有些绝望的表情，他似乎猜到了什么，开口道：红鱼虽然最讨厌男子，但你是我的人，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，你安心学便是。是，我表面应答，心里依旧慌的一批。刺杀教学这种事，要真出了意外，我人都凉了。说再多有什么用？我可不认为在他心里，我比红鱼更重要。景霜和红鱼是他的左膀右臂，而我怕不是3叉戟上那根飘扬的毛。我死了，红鱼顶多挨点责罚。话说回来，红鱼最讨厌男子，有厌男症，那他白天还抱着我的胳膊撕，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该不会那个时候他就想对我动手了吧？你还待在这干什么？洛清明见我站在床边一动不动，给我滚下去。是，我麻溜的滚到了外房，躺在我的软榻上，想再多也没用。难道我还有拒绝的权利吗？哎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果然只有力量才是最让人安心的。我要变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是在洛清明的321倒数声中被叫醒的。每次听到他数数，我就莫名心慌，那感觉完全不亚于上辈子手机默认的闹钟，能让人心脏骤停。早上半个时辰，我教你心法，给我好好学。洛清明拿着一把长剑站在我身边，剑刃的寒光让我打了个哆嗦。他开始教我神魔影的第2卷，刚学没一会儿，神魔影的进度条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神魔影第2卷，神魔影心法基础篇，为后面8卷最为重要的部分。第2卷最为基础，也最为重要，掌握的程度可决定未来神魔影的上限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自己掌握的这些绝学，就像是拥有了几10亩良田，但就是没精力去开垦。其中最让我无语的就是静心泛舟，我可以说每天都在运转，不知不觉就上升到了30%，简直离谱。半个时辰过去，洛清明理都没理我，直接离开了。神魔影的进度上升了2，这么算其实挺快的了，但功法这东西前期快，后面估计就难了。我洗漱了一下，带着沉重的心情再次去往那片竹林。红鱼早就在等着了，今天的他依旧穿着一件大红的衣服，但款式明显不同，这是一套抹胸装，让他养的大熊猫苦不堪言。但我的汽车人首领表示很喜欢，胸口系着一个红色的绳结，让人有种想解开的冲动。裙摆有点短，刚好没过膝盖，白皙匀称的小腿和微微泛红的膝盖在阳光下宛若艺术品。小脚踩着一双绣花鞋，与白里透红的脚踝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打扮在凡尘算是有伤风化，不过这里是魔教，林公子，今天就由小女子我来教林公子了呢。红鱼欠身一礼，看起来极为开心。